乌空降旅手撕俄装甲突击群，俄军心涣散，放弃战斗。乌军放弃大诺沃希尔卡，俄军强攻1年，得偿所愿。通用推出无人机弹射装置。近日，乌克兰82空降旅成功击败了一支试图突破尼科尔斯基村的俄军装甲车进攻小组。此次战斗的相关视频由该旅新闻办公室发布。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俄军一支由3个装甲车和1辆坦克组成的机械化突击进攻小组发动了对尼科尔斯基村的攻击。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俄军近期第2次试图突破该村防线。早在1月21号，俄军曾发起过一次针对同一地点的进攻，当时其动用了大量装甲车，结果大多数地雷被拦截在了村外，包括3辆坦克和7辆步兵战车被乌军摧毁，俄军战斗损失100多人。显然，这次俄军长记性了，俄军的准备非常充分。为了突破乌军的地雷防线，俄军还将先锋的 T80 坦克加装了扫雷装置。俄军突击小队在坦克的带领下，沿田间小道迅速接近村庄。然而，在接近村庄后，先锋装甲车遭到猛烈火力打击，跟在坦克身后的俄军 BMP-3 装甲运兵车失去动力，大量俄军被迫从装甲车中钻出，成为田野间的活靶子。然而，俄军坦克和剩余的1辆步战车最终突破了乌军防线，抵达村庄。视频显示，剩余的俄军部队开始进攻乌克兰阵地。然而，俄军这次进攻最终以失败告终。乌军的无人机拍下了1名俄军在没有受伤的情况下选择放弃的景象，足以证明俄军当时的士气低落以及内心的恐惧，仿佛有看不见的督战队在脑海中不断命令俄军胜利或者死亡。然而，俄军这次战斗并非一无是处，上一次俄军动用3倍于此次进攻的兵力，仅仅抵达了阵线外围，而这次俄军仅凭4辆装甲车就突破了乌军的外围防线，展开阵地绞肉战。这代表着俄军可能已经摸索到了合适的战术来突破乌军的防守。如果乌军不及时在这一方向改变战术或是加强火力，下一次可能就没这么好运了。近日，俄军发布的关于大诺沃希尔基战初期阶段的独家画面，展示了该地区解放进程中的关键时刻。根据俄方的描述，无坦克旅的坦克兵与海军陆战队共同进行行动，目标是清除并控制敌方阵地。画面中，俄军部队正对包围中大诺沃希尔基村进行攻势，逐步清除敌方建筑，摧毁乌克兰军队的兵力和装备。战斗过程中，俄罗斯军旗已在该村中心升起，显示出俄军控制的进一步扩大。然而，乌克兰方面对大诺沃希尔基的防守失利早有预料。乌克兰一位分析师批评，乌方将该地区的防守优先级判断错误，导致防线的崩溃。分析指出，大诺沃希尔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防御位置，理应由3支完整的旅来守卫，而不是3支被摧残的残兵。此外，另一名分析师指出，尽管乌方在该地区部署了1个旅，但相较于俄军的强大兵力，这些部署显得力不从心。根据评估，乌克兰在该地区的兵力仅相当于1个旅的1/3，而俄方则拥有至少15倍的兵力优势，这让防线最终失守成为必然。乌克兰军方则对大诺沃希尔基的失守表达了悲观的态度，称目前该地区几乎无法再进行有效防守。乌军一名匿名官员透露，虽然目前已经努力将驻守人员撤离，但因地形复杂及敌军的猛烈进攻，防守几乎无法继续下去。这名官员指出，尽管乌克兰在该地区的防线已被突破，但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是加强后方防线，确保在大诺沃希尔基周边的地区做好防守准备。然而，该地区缺乏天然或人工障碍，且缺少必要的工程设施，令乌军面临巨大的防守压力。随着俄军不断推进，大诺沃希尔基的失守让乌克兰军方不得不重新审视其防线布局。大兵认为，尽管乌克兰在此地投入了一定兵力，但整体防守策略的失误及俄军强大的攻势，使得防线迅速瓦解。接下来的战斗焦点将转向如何应对敌军的进一步进攻，以及如何在相对平坦的开阔地带构建有效的防御体系。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整体战线。在库尔斯克突出部，俄军持续进攻，企图突破乌克兰防线。然而，乌军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强力反击。尽管俄军在1月23号和24号间，在苏兹哈西北的斯维尔季里科沃和南部的马赫诺夫卡取得了局部进展，乌军在当地采取了有效的防御措施，尽量消耗俄军的进攻势头。乌军指挥官表示，
尽管俄军兵力远超乌军，反攻行动依然在进行中，且俄军的推进并未实现预期的突破。在哈尔科夫方向，乌克兰军队继续坚守防线，防止俄军进一步南下。1月23号至24号，俄军在哈尔科夫市北部的利普齐和沃夫昌斯克附近发起了进攻，企图逼近国际边界。然而乌军有效抵挡了俄军的进攻，成功击退了一支由30多辆装甲车组成的俄军机械化进攻队，展现了乌军在这一战区的强大战斗力。乌军士兵在防守阵地上严阵以待，确保俄军未能突破关键防线。在卢甘斯克的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虽在1月23号和24号间展开进攻，但未能实现重大进展。乌克兰军队在这一地区继续坚守，并积极反击俄军。乌军成功击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并展开了有限的反攻。乌方军事分析认为，俄军在库皮扬斯克附近的进攻主要是试图削弱乌军的防线，但在乌军顽强防守下，俄军未能取得决定性突破。在顿涅茨克方向，俄军在1月23号至24号展开了猛烈的攻势，特别是在谢尔比尼夫卡和托雷茨克周边地区。尽管俄军在这些区域进行反复进攻，乌军依然有效守住了阵地，并对俄军进行反击。乌克兰军队指出，俄军在托雷茨克及其周围地区实施了多次机械化突袭，但乌军通过地道战、机动战术和坚强的防线有效抵御了进攻，并成功摧毁了数辆俄军装甲车。在南方战线，乌军继续防守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确保俄军无法突破乌军的防线。1月23号至24号，俄军在罗伯季内北部及其周边地区展开了进攻，但乌军通过持续反击和精准打击，迫使俄军未能实现重大突破。乌方军事情报部门还报告称，乌军成功摧毁了俄军的一座 EL-122雷达站，并打击了俄军前线的其他装备。在俄军不断加大空袭力度的情况下，乌克兰空军表现出色。1月23号至24号，俄军发起了一系列无人机攻击，尤其是沙赫德无人机的袭击，造成了部分民用基础设施的损坏。然而，乌克兰空军和防守部队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敌方无人机，减少了伤亡和损失。乌方表示，俄军无人机攻击的目的主要是打击乌克兰的后方补给线和民用基础设施，但乌军的防空系统表现强劲，有效遏制了俄军的空中威胁。尽管俄军在多个战区持续进行攻势，乌克兰军方指出，俄军存在兵员短缺和伤员处理问题。乌方军事分析认为，俄军在一些地区动用伤员继续参与战斗，甚至有报道称，部分俄军伤员被迫重新投入战斗。这种情况导致俄军的战斗力下降，且对后勤支援的需求更为紧迫。通用原子公司近日宣布推出其创新的电动无人机发射系统，这一突破性技术标志着海军无人机作战能力的显著提升。该系统以其紧凑的设计，能够在从航空母舰到驱逐舰等多种舰艇上广泛应用，为海上侦察和作战能力的增强提供了有力支持。这一系统不仅代表了海军技术的巨大飞跃，还为无人机部署在不同海上平台之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灵活性。该系统具有可扩展性，适用于包括英国皇家海军的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母舰、45型驱逐舰、美国海军的远征海基舰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出云级驱逐舰等多种舰艇。这种广泛的兼容性展示了该系统的多功能性和潜在的国际军事合作前景。系统的集成功能能够适应多种海军架构，成为现代海上作战中的真正可适应解决方案。电动无人机发射系统具有极为紧凑的设计，占地仅为24平方米，远比传统发射系统节省空间。这一简化设计专注于无人飞行需求，减少了复杂性，同时保持了高效性。这一创新的空间利用方式，使得以前无法支持无人机作战的小型舰艇也能实现无人机操作，从而扩大了海军舰队的战术能力。除了初期合作伙伴国之外，北约成员国对该系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该系统的起飞距离仅为22米，能够适应多种舰艇类型，成为现代海军作战的多功能解决方案。这一广泛适用性引起了全球军事战略家们的关注，他们认为这一系统具有改变海上无人机部署方式的潜力。该发射系统与通用原子公司旗下的甘比特系列，特别是能够搭载航母的甘比特5型无人机完美兼容。这一集成展示了该系统与下一代自主作战无人机的适应性。甘比特5专为海上作战设计，
体现了海军无人机技术的演进，将先进的作战能力与实际部署解决方案相结合。通用原子公司不仅关注海上应用，还在积极探索陆基应用，包括协同作战航空器的发展。该系统的多功能性使其成为未来军事无人机作战的基石。公司持续开发新的应用与技术改进，确保该系统始终站在军事技术发展的前沿。该电动无人机发射系统不仅在海上应用中展示了其卓越的性能，还为各类舰艇提供了更加灵活的部署选择，减少了传统发射系统所需的空间，简化了维护操作，并为多种舰艇类型提供了更广泛的部署选项。这一革命性系统彻底改变了海军利用无人机的方式，为战略侦察、监视和作战任务提供了重要优势。该系统的影响超越了技术规格，正在影响未来海军作战的军事理论和战术规划。与现有的电磁飞机发射系统相比，这一新系统在体积、简化程度和多功能性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其专为无人机作战设计，使得功能更加简化，同时不妥协性能。同时，该系统也在为美国未来无人化空战打下坚实的基础。尽管美国空军6代机计划暂停，但美国海军的第6代战机 FA-XX 正在推进，并预计在2027年推出设计稿。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